我想就是首先我们要注意中美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代工经济首先是亚洲四小龙在冷战时期参与帝国秩序一部分，他们从美国得到的代工和进入美国市场是一个政治安排，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然后等到产业升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自己再要进一步升级，就需要进行把自己原有的代工产业外包出去，然后踩着新代工者的肩膀，把自己的产业升级。中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后冷战时期进入冷战经济学的四小龙代工产业的代工接替者的地位的。换句话说，台湾的产业升级和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开拓，实际上是冷战时期亚洲四小，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代工经济的扩展和深化。因此，这一个角落的经济循环，就是美国市场、台湾中建者和中国工厂的三角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经济循环，只是由于统计方法的缘故，才被分别算成了3个部分。换句话说，台湾对中国的大量的出口顺差和中国对美国的大量的出口顺差其实是一回事儿。实际上是台湾通过把中国劳动力当作自己劳动力来服务，以在中国进行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来实现了台湾的经济循环，维持了台湾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出口导向性经济。而这个出口导向性经济是台湾能够由传统的农业地区迅速升级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的关键所在。台湾经济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这个模式输出到中国，导致了依附于美元的人民币和以追求外汇为目的的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但由于中国经济技术底子甚差，所以我们查看一下中国、台湾、美国的三角贸易的基本盘，就会发现台湾主要是将技术输出到中国，然后利用中国劳动力，形成了国际分工的产品集群以后，然后用这些产品集群来满足美国消费市场的需要。这样形成的一个经济结构，双方的相互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才是台湾跟中国难以脱钩的根本原因。政治上的独统之争还是表面现象，因为这一点就是对美元的依赖，以及台湾的整个产业和国民消费对美元的高度依赖，是台湾作为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所在，不是蓝党或者是绿党某一方社会的特点，也不是国民党没落以后就能够轻易改变的。台湾永远是处在美元交合的状态，而他对美元的需要，也就决定了他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需要。而中国呢，经济上比台湾要原始多，它的所有技术装备都是都建立在外汇基础上，所以它比台湾更加严重的处在更加严重的美元饥渴状态。中国要维持对美的出口顺差，那么就要扩大对台湾技术的进口，这两者是无法分割的。所以从比较狭窄的范围内，中国想要削减台湾的贸易顺差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不想要美元的。但是反过来，台湾要从中国脱钩，虽然是可以的，就是说把代工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等地方去，用这些地方代替中国作为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同时维持自己和美国市场的关系，虽然是可以的，但是分散的展开的话，需要的时间可能要有1代人之久。而在这1代人之内，中国代工产业的经济结构未必能够支持那么久。简单的说，因为中国代工产业是一个依靠70、80年代剩余劳动力的现象，就是说厂妹在深圳满街走那个特殊时代产物。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依靠50岁农民工勉强支持的产业，它想要维持到下一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难以维持的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的外汇供应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台湾的对华出口顺差和
由此间接获得的美元收入都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解决这个危机手段必然是集中外汇，保障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极少数外汇项目，而放弃其他项目。仅仅是这个企图，就可以导致代工产业链的巨大震荡。因此，就台湾情况，因为台湾情况跟美国不一样，就台湾情况来讲，可能台湾分散产业到印度和东南亚的速度还赶不上中国为了应付人口老化和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例如，典型的做法就是“一带一路”，从非洲或者是其他地方，伊朗进口石油，从几内亚进口铁矿，建立一个中国资本控制的新产业链来替代依附美国产业链。这个过程展开的速度，恐怕比台湾把产业分散到印度和东南亚的速度还要快得多。这个迅速展开的进度，大概在3到5年之内，就足以对比较集中而孤立的台湾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了。冲击速度之快，快到新南向政策形成的反冲来不及起作用的地步。